这是一个本地的师傅拿过来的一个奥克斯的变频板啊，问题呢就是，通讯故障，好像报的是 F6还是 F 几啊，我也不记得了，就是通讯故障啊，奥克斯的。经过检查呢，发现这个 PFC 的这个管子炸了啊。然后今天借这个机会呢，给大家来说一下我们在维修中啊，检查这个驱动电路用这个信号发生器啊，到底有什么用啊？这里呢，这个接线呢比较复杂啊，但是呢，线我已经接好了啊。一般的，你像这个驱动电路啊，这里有很多这些小元件啊，有电容、二极管、三极管，还有电阻这些很多。我们一个个去检查呢，比较浪费时间，或者说呢，有的可能看不见参数呢，也不知道代换。但是我们用一个什么方法呢？我们用示波器啊，就可以快速检测出这一块驱动电路的好坏。因为它这个驱动电路啊，我给大家画一个图啊，给大家看一下。它这个驱动电路是个什么意思呢？首先，这个 CPU 啊，它发出的一个驱动信号，一个防波信号，根据这个 CPU 的供电，它有可能是 3.3 伏或者是5伏的啊，最多是5伏。那也就是什么意思？就是它的高电频最大是5伏，如果是 3.3 伏的话呢，它的高电频最大就是 3.3 伏。那么这个电压呢，它是不足以驱动后面这个 IGBT 的，所以中间呢就用一个驱动的放大电路，就是我们常说的图腾电路，也是差不多的，也是有这个作用。但是呢，这个变频空调的驱动电路它可能比那个要复杂一点。甚至我们在维修开关电源的时候，有更复杂的驱动电路，有的可能还有隔离驱动，用光耦或者是用这种耦合变压器进行驱动。你看它这个驱动电路呢，还要另外供上一个15伏的直流电，那也就到这里的话，它的高电频就能达到15伏，甚至有的驱动电路还加上负压，像我们的变频器上还加上负压，那么它的这个关断的时候就是一个负压关断。那么我们这个发生器的作用就是我们代替这个 CPU， 因为我们这个在实际中，如果我们利用这个电路板本身电路去测量这个驱动呢，是不好测的，因为它这个 PFC 它不一定是一开机就有，它可能在升频的时候才有这个驱动信号。那么我们在升频的时候呢，我们又测不到这个信号啊，因为不好操作啊，这个示波器都测不进去。那么我们就用这个信号发生器的这样一个方法来测量。那怎么测量呢？我们就是用这个信号发生器代替这个 CPU 发生的这个放波信号啊，我们找到这个驱动电路的这个信号输入，然后呢给它加上15伏，我们再用示波器输出去测量这个波形有没有被放大，有没有失真。那么我们通过这样一个手段，我们就可以迅速的检测出这一块驱动电路啊，不管它是芯片这个一些零散的元件啊，我们就能迅速的判断出它的好坏。现在我这边的线已经接好了，我就给大家演示的看一下啊。这边我们用可调电源加了一个15伏，这个防波发生器啊，这个信号发生器呢调了一个20千赫兹，伏是 3.3 伏，占空比是 50% 啊。然后我们首先来用示波器测一下这个信号发生器的这个输到这个板子上的这个波形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这个波形的伏值啊，最大只有3伏的样子，伏值非常小啊。那么然后我们再用示波器直接测这个 IGBT 的这个控制机这里啊，我们可以看啊，这个波形被放大的很大啊，现在这个最高电频呢大概是15伏啊，这个 Vmax 就是15伏，最小电压是200毫伏。那么有人说这个上面可能有点失真啊，这个上面呢它应该是做这个电路做的处理啊，防止这个上升的信号有过冲啊，因为它有稳压二极管嘛。然后呢，再加上它这个应该在12伏左右还是一个直接上去的，而且它这可以看一下它这个时间很短啊，它在12伏左右的时候就已经完全打开这个 IGBT 了啊，所以这个是完全没问题的啊。然后看一下这个频率20赫兹啊，20.01赫兹啊，我这个实际上后面也是调的是20001赫兹啊，这个频率也是很准的。那这样通过这样一个判断，我们基本上就可以判断这个驱动电路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啊，我们就可以直接装这个 IGBT。这就是这个信号发生器的一个使用啊，特别是在我们有更复杂的这种驱动电路，用这个就非常快啊。如果没有几个元件，我们去一个个检测一下也是可以的啊。